Yaya's Life， 我是 Twins 丫丫的妈妈听听。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有在关注 Yaya's Life 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我上一周没有出影片。上周我们家有一个 family trip， 然后宝宝他们呢就跟我们一家人进行了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长途旅行，也是我的第一次 RV 旅行，就是房车旅行。我们整整去了大概1个星期了，从周一到周日。那路上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我们有去海边啦，有在别墅 high tea 啦，吃 sushi 啦，然后还有住房车、住 RV 这样子。那整个行程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也圆满的结束了。那这支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宝宝出门旅行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宝宝出门要带些什么，宝宝坐 RV 房车旅行需要带些什么。经过这7天我们一路上的一些经历，我总结出了一系列就是带1岁宝宝旅行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宝宝出门用的用品。如果你是准备要带你的宝宝出去旅行的话，那这支视频的内容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哦，要记得看，然后做好笔记哦。那首先我来讲一讲宝宝出门旅游之前我们要尽早做的一些准备。那首先是要做一个 packing list， 就是准备物品的一个清单，最好提前1个星期就开始准备我们的行李，因为有很多东西可能是你家里没有的，需要买的。像我当时就是提前1个星期准备，然后平时在 Amazon 买了宝宝的那个 high chair 跟那个睡床。那带宝宝出门最好呢就是住 Airbnb， 比 hotel 要好很多，因为可以用厨房，然后宝宝睡的时候也比较舒服，你可以自己带宝宝床。我之前还专门买了这种 portable crib， 宝宝还蛮适应睡这个床的。所以最好呢，你要让宝宝有一个独立的房间，可以让他们可以好好的睡觉，这样大人在外面玩的时候他们不会被打扰。然后呢，我们安排行程的时候不要把时间安排得太满了，最好每天可以安排1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剩下的一些行程就可以 flexible 一点，就按照宝宝当时的情况来定，这样就不会弄得就是行程很赶，压力很大。这样安排行程的时候要优先考虑宝宝的睡眠时间，让宝宝有休息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出发去别墅要6个小时，那就可以晚上宝宝7点要睡觉的时候左右开车这样子，那刚好6个小时就是宝宝睡觉的时间，那他们可以在车上睡觉。因为带宝宝行动方面上会慢很多的，加上宝宝有很多时候要休息，如果休息不好的话他们很容易闹脾气。其实宝宝能在车上睡觉是最好的了，因为在车上如果宝宝醒着的话就很容易坐不住的，然后你需要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去逗他们开心才可以，不然他们会一直吵，然后你还要时不时停下来让他们玩一玩走一走，所以其实蛮累的。对，所以他们睡着是最好的。接下来就讲一下，其实我们在旅行的途中跟平时我们在家里的一些规则是可以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平时我不会给宝宝吃有盐有糖的食物啦，但是旅行当中我会让他们吃一些面包什么的，就不需要那么的执着说一定不可以吃这个。度假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只是会停留在度假当中，回到家之后宝宝又就是回到之前的习惯，起码我的宝宝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爸爸妈妈们旅行的时候过程当中可以就是 relax 一点，不需要像在家里那么的严格吧。带宝宝出门需要注意的事项，虽然说规则不同，但是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帮助宝宝尽量维持他们平时的 routine， 比如说几点起床啊，几点睡觉啊，还有我们的睡前仪式，洗澡、开白噪音、读书，这样一系列的活动都还是要做的。宝宝午睡的话，如果我们能让宝宝在房间里睡觉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也可以让宝宝在路上车上睡。那我记得我们家姐姐有一次午睡是直接在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她就在她奶奶的手上睡着了，然后她也是真的可以睡着。然后妹妹有一次也是一边吃午饭的时候一边就睡着了。午睡的时间的点比较难把握嘛，但是只要有午睡的话就好了，不然的话宝宝会很累的。不过宝宝出门旅游的话呢，睡眠多多少少肯定是会被打乱一点点的，所以爸爸妈妈们也不用太担心，宝宝不太会睡不够的。因为如果今天宝宝没有睡够的话，他明天一定会以他自己的方式补回来的。那宝宝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上宝宝平时爱用的睡衣啊、杯子啊、最喜欢读的睡前故事书啊，这些宝宝熟悉的东西会能够让宝宝在外面睡得比较安稳的，让他们更加有安全感，然后能够帮他们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规律的。我的妈妈包大公开，带宝宝出门要带什么？
那平时在路上的时候呢，妈妈包里面一定要备好尿片，然后湿纸巾、干纸巾、宝宝的帽子，然后一件厚一点的衣服，就是外套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垃圾袋，然后还要把宝宝的水壶里面要装满水，然后备一些可以拿的喝的奶，然后零食、水果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我在那个路上经常会忘拿一些东西，然后又要把大箱子拿出来拿东西，就很不方便，所以要放在妈妈包里面会比较方便。然后还有最好能够带一些宝宝熟悉的东西在包里面。还有一个很需要带的东西就是消毒液跟那个叫什么 hand sanitizer 跟那个 wipes， 就是可以杀 bacteria 的那种 wipes 也很重要。然后要带多一点纸巾，湿纸巾跟干纸巾都要带，对。因为特别是宝宝在的时候，先消毒一下那些地方，才可以让宝宝玩的。不然的话，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不小心就是吃到嘴里面，就很危险。最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带了一些什么吧。第一个肯定要准备的就是 diaper 跟 wipes。那如果是已经进行了如厕训练的宝宝，就需要带这个 portable potty。那第二个就是衣服。那现在是秋天快冬天的时候，在外面来讲，早晚温差非常的大的。那住房车的时候呢，要穿这种棉衣来睡觉，毯子要带一些厚一点的。睡衣的话，我会带这种厚的，然后还要带白天穿的衣服。那要看你的那个天气来决定你要带短袖还是长袖。Amazon 的这个睡衣很舒服，弹性很大，宝宝穿起来很方便，然后是我们平时穿的最多的衣服，而且它又很小，不占地方，所以我很推荐大家买这个。我觉得宝宝们穿这个也超可爱的。那外套我带了这个 Ralph Lauren 的，这个款式比较简单大方，而且很暖。那因为沙滩上会有很多那种刺刺的那种木棍的东西，那很容易扎到 baby 的脚，所以宝宝最好不要光脚了，就是穿这个鞋子会比较好。对，然后还有就是平时穿的布鞋，这款我是在 Amazon 上买的，很便宜又很好搭。那我最近给宝宝买了好多东西，有这个 Keds 的这个鞋子，我觉得超好看 ，extra 的分享给大家，又简单又大方，配什么都好看。我给他们戴了3顶帽子，一顶是这个粉红色的，它其实是有一个那个 shield 的，它是防空气、灰尘、脏东西的，我觉得很好搭衣服，因为 baby 很多粉红色的或者是蓝色的衣服。然后还有一顶这个白色的，这个是防晒的帽子，还有这个蓝色的帽子，我是在 H&M 买的，主要是衬衣服来用，因为他们挺多粉红色、蓝色的衣服的。如果宝宝是要去海边晒太阳的话呢，要记得带防晒霜。发箍我也带了一堆，但是其实这个不一定要带的，我觉得其实如果戴帽子的话就不太需要带这个。那梳子带了我也没有怎么用过，裙子可以带1套2套，为了正式场合用的。接下来就是 sound machine， 这个一定要带。那还有书，宝宝平时睡觉之前一定要读书的，所以我选了很多他们平时喜欢看的书。Baby, fast asleep. 带一些宝宝熟悉的东西在身，他们会比较容易睡着。那牙刷、牙膏这些就不用多说了，还有宝宝的洗澡液啊、润肤的这些也一定要带啦。洗澡盆啊也是要带的，还有洗澡毛巾。对，那还有我们平时宝宝他们有吃维他命跟那个probiotics 这个药，这些东西也是要带的。然后还有宝宝的餐具、盘子、叉子。水瓶、洗这些东西的工具的盆子跟刷子，还有一些洗东西的那个 cleanser。然后呢，还有这个 portable chair、high chair， 这个餐桌蛮好用的。如果是自主进食的宝宝，就会需要它，因为宝宝做这个可以自己吃饭，不需要人喂的。那如果你不带它的话，你就可能一直要抱着它吃饭，就很累。那这次我出门我没有带 stroller， 也没有带 wagon， 因为根本装不下。而且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一定要带的，我们带了背带过去，但是也没有怎么用到。我觉得长途旅程的话呢，就是要带很多吃的给宝宝，然后呢还要听歌、唱歌，就是各种逗他们开心。 baby 他们第一次看海就很开心，我就发觉宝宝他们的脚浸在了海里面，好像对湿疹有帮助，就好像湿疹退掉一些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还蛮神奇的。出发之前我心里还是蛮忐忑的，因为没有怎么带过宝宝出门嘛，而且我还听说带1岁多的宝宝旅行是最难的，因为这个时候宝宝比较 active 一点嘛。但是其实整个过程是比我预期当中要好很多了。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要带宝宝出去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是可以试一试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宝宝每天休息情况也是跟在家里差不多的，因为在这个旅程当中，我是有努力保护他们平时的这个 routine 的。我觉得宝宝来这趟旅行是非常对的选择，让他跟家人就是更 close 一些，然后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怕生了。以前我的宝宝他们就是见到家里的人、亲戚什么的都很害怕的，现在就不会害怕了，就变得非常的 active。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为这个旅行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改变，因为现在大环境不是很安全，那我觉得可以过可能明年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带 baby 出去玩的。那这支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别忘记点赞跟订阅哦，记得要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下一支视频了。好，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拜拜。